姑娘，买个绵绵果吧。老夫人，我帮您卖这绵绵果如何？哎，好。南风入境，嗅过人间，海棠依偎，彼此买福果嘞，又酸又甜的福果儿。来看看福果啊，姑娘来看看，来一个福寿绵绵，来2个福禄双全。带福禄齐天，给我拿2个。姑娘，你的手真巧，江南老夫说的词也好。像这福字贴在果子上，还是稍显刻意了些。若是这福字能长在果子上，岂不是更好？那怎么可能？在这果子未能成熟的时候，就将这福字贴上去，等它长大的时候，这福字的烙印不就在上面了？姑娘，你这点子倒是新鲜。不过你是罗府娘子，一辈子定是衣食无忧的，哪里需要上街卖果子呀？这世事难料，谁又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？就像我母亲，出生在顾家高门，又嫁给了世家罗府，如今却……姑娘，快别想这些了。舅舅，您老人家怎么来这儿了？听说你回京以后，整日流连勾栏瓦舍，连城府都很少回去。我不来这里，去哪儿找你啊？舅舅特意来找我，可是有事要交代。据我所知，你的祖母和罗老夫人有些故交，长辈间的手帕交，还算有些来往。那回京以后，你不得去罗府拜会拜会？自是应该。舅舅有何事，尽管差遣。李应龙交代，罗府有证词，你替舅舅去罗府探索探索。明白。等一下，你这东西哪儿来的？这个，刚才街市上有一老妇叫卖，不过就是个乡野之物。哦，倒是叫法新鲜，说这是福果，我带来的美人喜欢，我就买来博她一笑。我这个果子啊，可不是一般的果子，这个果子啊，它寓意好啊，它买一个代表福寿满满。起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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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，捡这福字的人在何处？就这对面啊。哎，这人哪儿去了？风筝落下了，你能不能帮我解一下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帮我捡一下风筝吧。你要是不理我，我就自己进来捡了。
哇，你看不见啊？就是他们把你关在这里的。你是谁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给你涂药啊。涂什么药？是不是我大哥派你来的？你先把我的手松开。年纪轻轻的，眼睛就看不见了，是挺可怜的。但是你也别自暴自弃。这个呀，是我一个会医术的小姐妹给你开的治眼睛的药，你记得每天都要涂。我还给你带了一大篮子的好吃的，这里面还有一束玉簪花。我不能跟你多说了，我得先走了。给你欣赏一番我的剪纸。这个呢，是我剪的西湖。这西湖上有一片小舟，舟上还有2个人。你能看到吗？能看到多少？我看不到，但是我也不用看。我知道，一个是梅梅，另一个是我。谁说的？这是我剪的一对父子，怎么会是你和我呢？那梅梅再剪一幅，上面得有你有我。你就知道向我讨东西。你送我什么呀？你喜欢什么？我喜欢摩诃勒。你会做吗？我现在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学。好，那我可等着了，可不许骗我。公子，那程郎是陆家学的外甥，他入府真的只是探望老夫人吗？没那么简单。玲珑招供，他们是冲着正慈来的。啊，公子，那你还有心思在这儿捡花啊？万一正慈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？我们找了那么多年都没有找到，他刚一来就能找到。那万一人家比公子聪明呢？他要是聪明，那就让他探探路。莫非公子是想利用他，先诱老夫人有所动作？今年这芍药开的是格外好啊！等会儿给七姑娘、老夫人，还有林大娘子，都拿几盆。知道了，公子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以往给老夫人院里送花时，那几位老妈妈都爱答不理的，现如今都忙不迭的往里搬花，还夸赞几句公子的孝心。果然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啊！老夫人对我改观，那是因为七姑娘。你以为是因为我送花啊？公子，这人怎么一直盯着我们啊？他走他的，我们走我们的，没事。
二位请留步。这位公子何事？请问，听风阁怎么走？哦，绕过后山，向右拐，走到头就是了。多谢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他发现了什么端倪呢。他是来找证词的，不要自乱阵脚。程郎兄今日也来听课。罗府族学向有盛名，秋宫更是名冠京城。既来府上叨扰几日，怎可错过这个机会？罗府的郎君一贯如此用功吗？山远兄喜欢兵法，莫非程郎兄也有此好？从军为国，最显男儿血性。可惜啊，我母亲不许我习武，只求我能中举。是不是罗老太爷留下什么遗愿？当年罗老太爷的文采可是人人称道，可能也希望罗府子孙皆能在文采上出众。祖父去世时，身边只有祖母，我从未听祖母提起过祖父有什么遗愿，怕只是我母亲的一厢情愿吧。你是罗府大房嫡子，想必最得罗老夫人疼爱，许是不舍得让你上战场。在祖母心中，我们所有兄弟姐妹加在一起，也比不过一个罗一宁。七姑娘，这七姑娘有何过人之处？能有什么过人之处？只不过是善于撒娇卖乖，讨好祖母罢了。想必这位便是府上三公子吧？程郎兄，这位是林大娘子的胞弟，林茂舅舅。失敬失敬。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今日三公子不来听课吗？他有什么资格？七姑娘，陈公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准备去给祖母请安。程某正要去给老夫人请安，不如同行，请。我瞧七姑娘每日要去老夫人处问安好几次，七姑娘可真是个至真至孝之人。我年幼的时候丧母，自小是祖母带大的，到时候自然与祖母关系更亲厚一些。七姑娘小心台阶。陈公子，多谢。这七妹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啊！祖母看不上陈公子的，必定不会同意七妹同他交往。大姐姐放心吧。祖母不让母亲再提起陈公子，当真是看不上他吗？大姐姐是觉得祖母打消你的念头是为了七妹？不会吧？累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姑娘，我今日差点被陈公子吓死了，他这是何意？莫不是他看上姑娘了？休得胡说，此人并非良人。我看他是故意试探些什么。要试探什么？姑娘回来了，这是方才三公子送来的。放在这儿吧，回头我插花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
站在那儿做什么？怎么不过来呢？三哥的字写得真好看，要是能坦坦荡荡，让他人看看，会更好。其他人的看法我并不在意。三哥，这是在做文章呢。我来的不巧，扰你破题了。没想到七妹妹还看得懂这些。之前在别院的时候，祖母请过一位女先生，也教我读书识字。当时我好奇，就问过一些。三哥，可曾想过求取功名？七妹妹找我何事？哦，程郎入府行迹可疑，我觉得他定有其他目的。没错。那三哥可知道他来府里到底是要做什么？那三哥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会伤害祖母还有府里其他人吗？七妹放心，我定不会让他这么做。有三哥这句话，我便放心了。什么人？老夫人，府内有黑衣人出没。黑衣人？白管家说是在客房附近发现的踪影，因为程公子是客，他也不便进屋搜查。二爷他知道吗？白管家是先来木樨堂通报的。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老夫人是担心程公子入府，是为了那份东西。程郎是陆家学的外甥，这个陆家学靠上谁平步青云的，这我心里非常清楚。今日程郎突然登门造访，我已经生疑了。文斋啊，文斋，你丢下这么一大烂摊子，你叫我怎么办？老太爷刚挣了一辈子，当初您不也是看中了这一点？叫白管家不要声张，盯着点就是了。是。据我小娘说，这程公子可是现在京城内炙手可热的金龟婿，他一来京城，便被好多人家都盯上了，而且据说陆侯十分看重他这位外甥，好多人都想借着他攀上陆侯爷呢。这论家世，论才学，刘公子确实是比不上程公子。女子婚姻之事，向来都是由家中长辈做主，即使我不愿意，那又能怎么办呢？我就是替大姐姐觉得可惜嘛，而且我总觉得你们俩是情投意合的。妹妹慎言，妹妹为何会这么觉得？
你想啊，这安北侯府想要找什么样的先生找不着啊？为什么非得来罗府求学？就算祖母跟他家老夫人是手帕交，但是有这么多年都没有见了，却突然派一个孙辈来访，有些牵强。我总觉得什么？难不成他是因为和大姐姐的前缘来的？妹妹胡说些什么呢？程公子来了，我先走了。你也走。是。看得如此入神呢。大姑娘也太糊涂了，这五姑娘怎么就走了？留孤男寡女在一处，若是被人瞧见了，这程公子还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。这花蕾中，莫非住了个花神？只可惜被你吓了一跳，花掉进荷塘里，花神怕是不会理我了。那可真是我的罪过，如何是好呢？你回头告诉下院子里的人，之后行事说话都要更注意一些。要是有人问起什么，什么都别说。是。七妹妹，七妹妹也是来此处赏荷花的，还是知道程公子近日都会来这里赏花，故意来候着的？那吴姐姐又是怎么知道程公子会来此处赏花呀？我还要去祖母那边请安，先走一步。来，这真有用啊！我你还不信啊？只要消化好了，吃什么消化什么，肯定会瘦的。试试。咦，走走走，过来过来。哦，最近吴姐老来找大姐聊天，不知道说些啥。大姐姐，哎，大姐，宜秀，大晚上的在厨房干嘛呢？没有，我出来散步呢。娘说让我多走动走动，别偷吃东西啊。好的。走。哎呦，哇，一身力气。你没事吧？真该捡起来了。起来。女子胖点难道是错吗？七妹妹都说了，只要身体健康，胖一点又怎么啦？七外甥女说的倒是有道理，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根本嘛。不过呢，你虽然是丰腴了一点点，但是还勉强算得上是可爱伶俐。什么叫勉强算是可爱伶俐啊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走了，你记得喝药。哦。行，喝。这样怕是不妥吧？放心吧，大姐姐，藏得如此隐秘，断然不会被人发觉的。祖母偏疼七妹，一时无法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姑娘可是又做噩梦了。您之前在别院落水后就时常做噩梦，后来青去帮您调理了之后便好了许多，怎么近来又开始做噩梦了？我没事，等青去回来，给我熬几副安神的汤药，我喝了就会好的。七妹妹，我之前藏在你那儿的宝贝盒子呢？看给你急的，我藏在书房里了。哦，雪芝，快去拿过来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娘今天被刘家大娘子叫去看戏，千载难逢的好酒，我可得好好吃一顿。姑娘，你不能吃太多了，不然明日大娘子又要给你量身刑了。没事，现在我有后路了。
哎，我刚看的荷叶还不错，一会儿让他们摘几片荷叶，晚上我们做荷叶糯米鸡。七妹妹，走，一起去摘。我还要看账本呢。看什么账本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。走，哎，这荷花长得真好。姑娘，起来吧。你们是哪房的丫头啊？摘这么多荷花干嘛？六姑娘，我们是被大娘子拨去伺候成儿公子的。大娘子说，寻常的花俗气，便让我们摘些荷花放在成儿公子的房间里。哦，行，那送去吧。等等，这成公子的书房摘这么多荷花做什么？他书房里又没有池子，也放不下呀。还有一些是大姑娘要的。啊？大姐姐什么时候喜欢荷花了？奴婢也不知道。哎，雪芝，你帮我摘那片，最大那片，看到没？那个做荷叶糯米鸡肯定特别好吃。是。怎么啦？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不太舒服啊？是觉得有些不太舒服，我想先回去了。哎呦，看你弱的跟个小猫似的。行了，雪芝，你先带它回去吧，那个荷叶我自己摘就行了。啊，那我就先回去啦。去吧。雪芝，我也想要荷花苞，不过不要你亲自去摘。我刚才瞧着那些丫鬟摘的就挺好的，一会儿等大姐姐不在院子里，你管她们要一朵过来。姑娘，这满池的荷花苞，真哪一朵不是一样？干嘛非要人家已经选好的？我觉得大姐要那么多荷花苞，另有目的。你先去，回来就知道了。是。姑娘，要不要我去厨房给您拿些绿豆汤来，让您喝了提提神？好。姑娘，这是奴婢悄悄从大姑娘那里要来的荷花苞。姑娘在瞧什么？姑娘，这荷花苞好好的，你掰它做什么？奴婢拿回来之后就没有动过，这荷花苞里为何会有一张纸条呢？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上次大姐姐要荷花苞，我就已经觉得奇怪了，没想到她竟然这么大胆，学着戏文里的姑娘给别人传情诗。这如何使得？大姑娘也太糊涂了，咱们府都快和刘家定亲了，姑娘，这事咱得去告诉老夫人。这件事情若是我告诉祖母，大姐姐日后定会怪我；若是我不告诉祖母，以大姐姐的脾气，不知道会闯出什么祸来。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这个字条也是，就当没有看见过。姑娘，这事咱们真的不管了，万一日后东窗事发了，我只是不想让祖母担心。而且，若是能在祖母不知道的情况下让大姐姐悬崖勒马，这是最好不过的。大姐姐也并非恶人，只是被有心之人利用了，还不自知罢了。大姑娘往日里那么待你，你还是打算帮她？我只是不想让祖母担心。若真是出了事，别说罗依玉一个人了，整个罗府未出嫁的姑娘都会受到牵连。怎么样了，小姐？这是陈二公子的回信。他说我的衣裳很好看。
去给我拿笔来。小姐，咱们还是别写了吧。这要是被大娘子知道了，奴婢被打死都是轻的。再说陈二公子也不是真的想和您在一起，您毕竟是和刘公子定亲了的。我就搞不明白了，母亲他们偏要定这门亲事，论才学、样貌、气度，我哪样不是最好的？我跟程郎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。再说了，他也并非完全对我无意啊，否则又怎么会给我回信呢？总之这件事你莫要管，此事只有我们3人知道，不会再有旁的人知道，明白了吗？可行了，拿笔去。是。公子，罗一玉竟敢如此与你私下通信，看来他是真对你动了心了。你可曾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消息啊？他说，罗老太爷生前最常待的地方就是怡心斋，他故去后，怡心斋一直都被保留着。罗老夫人常会独自一人去那儿待着。那证词会不会就在怡心斋？有可能，找机会进去翻一翻。这罗一玉虽是大房嫡女，但大房嫡女不如二房得罗老夫人的心。罗一玉也是知之甚少，套不出什么话来。回头把这些话都扔了。好。程郎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大姐姐，这是在看什么呢？七妹妹来这儿做什么？七妹妹又是来这儿看什么的？我们姐妹几个里面，论女工，还是姐姐做得好。瞧这荷花，绣得栩栩如生。若是再绣一首诗在旁边，不若就绣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”这2句。大姐姐是不喜欢啊，我倒是挺喜欢的，念起来觉得舒服。只不过相思入骨又如何？今日是被我捡了去，若明日被别人瞧见，可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为了大姐姐好。你是不是也轻信程了，所以才故意盯着我的？我与她素无交集，话都没有说过几句。大姐姐慎言。大姐姐真心觉得程郎是可以托付的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程公子今日命下面2个人扔出去的，还好我留意着捡了回来。若是被旁人看了去，可怎么办？大伯母、祖母，还有各位姐妹，都该怎么办啊？大姐姐，孔怀兄弟同气连枝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道理，别人怕是不明白，可是聪慧如你，怎么会不明白呢？我是糊涂了，妹妹只要不说出去就成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是不会说出去的。只要你以后不要再犯糊涂就好。
快去挑水救火呀！你也去！哎呀，你们快点，快点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拿盆拿桶啊！哎呀，真的是！老夫人慢点！哎呦，老夫人，小心点！哎呀，老夫人！白管家，怎么成这样了？怎么走水了呢？啊！我也不。二爷，母亲，你去避一避吧，这有我的。避什么呀？赶快找人来救火呀！白管家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叫人去救火呀！去！是二爷。怎么会烧成这身体？怎么烧成这样？谁把它烧成这样了？父亲，你们先去海棠院避一避吧。这火这么大，得等火灭了之后，才能进去看看里面的东西。避什么呀？我得看着这火灭了，到你祖父的房子里去看看。你祖父的东西可都在里面呢。您别着急了，母亲，祖母，您别着急，祖母。母亲，您放心，儿子一定竭尽全力帮你复原一心斋。这屋子可以重建，可是对你父亲留下的这些念想，我没能守护好，对不住你父亲。老夫人，二爷，我们发现一具尸体。是谁？不是罗府的人，抬上来。快去报官！是。怎么会是李应龙呢？他想抢夺正祠，威胁侯爷。那正祠呢？被他抢走了。当时整根梁柱砸中他，如果我要过去的话，恐怕现在就有2具尸体了。不过我认得他的扳指，而且他的身上，我也辨认得出。公子，正祠被烧，也许是件好事。怎么打得这么巧？好不容易长上的伤口又要裂开了。我看老夫人痛心疾首的样子，正祠不会真的在怡心斋吧？不会。正祠要是真的在里面的话，就以老夫人的身体，怕是早就晕过去了。他就是借坡下驴，见招拆招。公子，不是说由老夫人先出手让正祠曝光，你怎么还是先动手了？老太爷对老师有恩，我不能不顾罗府的安危。公子是为了老太爷，不是为了七姑娘。废话！但是又大费周折的自己伪造正祠，又把李应龙的尸体送进火场，还活生生的被房梁给砸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不是你敷药你就敷药吗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呢？陆家学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你得让人和正祠一起葬身火海，他才不会对罗府虎视眈眈。敷药。给母亲请安。免礼。给祖母请安。请起。谢祖母。这个程家二郎一大早
就来与我说，他要启程回府。那我在琢磨着，就在咱们园子里办一场送行宴吧。母亲放心，儿媳一定办好。这程家二公子这便要走了。这崇公子他也就是带着他祖母来看望我这个老婆子，说府里事务繁多，有些事情是耽搁不得的。行了，我和海如有重要的事要说，你们回吧。我们先退下了。海如，那一具烧焦的尸首，衙门有没有说法了？查不出是何人，但我们罗家素来不与人结怨，衙门推断应该是入室盗窃的小贼。你相信吗？七姑娘，我们家公子近日身体有些不适，正在休息。身体不适？哎，七姑娘，起来！怎么了，七妹？你们先出去。没事，出去。是。那一新斋的一把火是你放的，那尸体也是你运进去的。是。你为何要行如此凶险之事？把祖父的书房烧了，把他的遗物也都烧成灰烬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银宁，你信我吗？我信你，但是你所做之事，我实在看不懂。我这么做，就是在为了罗府好，为老夫人好。你还是少打听，知道的越多，对你越没有好处。姑娘，看看谁来了。姑娘，青渠，你可回来了？这一路上可还好？一路上还算顺利，我结识了曹帮2个张家兄弟，帮了我不少忙。曹帮？我也是半路才遇到他们的。当时哥哥受伤了，我救了他，他们为了感谢我，就一路上护送我回来。姑娘放心，此2人很可靠。你素来谨慎，我自是信你的。那个孟大夫在哪儿？已经在客栈落脚了，张家兄弟替我看着他呢。好，我去找他。小娘，青渠回府了，他在海棠院逗留片刻后，七姑娘跟他一同离府了。让五爷跟紧了，这事儿务必办好。是。好看。公子，那个乔武已经在楼下张望半天了，我要不去把他收拾了吧？给七姑娘稍微提个醒就行了，不要太露痕迹。其他的事情，有张家兄弟在。是。以上所言，皆是事实。老夫所作，有违医者仁心，这些年来，也是常常自责。那孟大夫，你是否愿意出面作证？那是自然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跟着青渠姑娘进京了。孟大夫，那就麻烦您了。哎呀，哪里哪里。
二位慢走，得空您再来。哎，水哥，里边请，里边有雅座。你，哎呦，这不是乔五爷吗？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这小的这光顾着挑货没瞧路，您这是准备吃酒去啊？去，走路不长眼的东西！哎，二位慢走，得空您再来。滚！哎，他是不是想来劫人啊？要不要多找2个人来保护孟大夫？不用，不要让张家兄弟跟孟大夫跟得太紧。若是劫人，就一网打尽；若不是劫人，便看看他们有什么别的招数。走吧。小娘，五爷递消息来，事已办妥。那就好。大姐姐身体总算是好些了，都能出来散步了。前几日我去见了你几次都没能见着，可把妹妹担心坏了。还要多谢吴妹妹的安神香，有心了。对姐姐有用就行。大姐姐可是为了程公子病的。吴妹妹，我就是偶感风寒，此事以后别再提了。其实大姐姐你也不用灰心丧气，兴许还有机会呢。程公子马上就要走了，此事以后别再提了吧。是我多嘴了。那是在做什么？林大娘子请了如今京城内最火的戏班子来助兴，程公子毕竟是贵客嘛，宴会也得热闹些。是啊，这府中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我们去瞧瞧，走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罗带绣工不凡，尤其是这上面的兰花，绣法繁复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，怎么会丢在这儿呢？这七叶兰花。小生连青见过2位姑娘，姑娘手中的罗带是对小生很重要之人所赠之物，请姑娘归还。你就是连青？正是在下，还请这位姑娘归还。多谢。这连青是谁啊？这连青可是如今京城内最有名的杂剧伶人，他一出台，可谓是万人空巷呢。只是这么精致的罗带，怎么会是他的东西呢？大姐姐，这罗带我看着有点眼熟，好像见七妹妹用过。什么？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会不会是你看走眼了？也许吧。大姐姐说的是，兴许是我看错了。行了，此处人多嘴杂的，咱们还是快点走吧。姑娘，你这几日怎么又憔悴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我就是觉得有些头疼。这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要紧吗？可能是因为昨夜雨太大，有些受凉了吧。你让厨房做一些姜汤，直接带到宴席就好。好，那我先帮您梳头。松枝，你瞧什么呢？回姑娘的话，奴婢只是觉得奇怪，近几日三公子怎么没来院子里送花了？姑娘，昨夜刚下了雨，今日天气又凉了许多，您的身子受得住吗？你去给我拿一件披风过来吧。是。见过三哥。秦妹妹，今日天凉，还是要多穿一些。倒是三哥，整日日理万机的，还是多注意自己的身子吧。
对了，我的事情你还是别管了，有些恩怨与你无关。公子，七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莫不是她已经知道了你在外面忙她的事儿？别多事儿。这个班子最近在京城红得很，好不容易才请过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母亲，祖母什么时候来？我好饿呀。再等等吧。醒了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七姑娘竟然还不知道？这定情信物都送我了，你说我想干嘛呀？我当然是要……七姑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七姑娘，七姑娘，七姑娘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七姑娘，七姑娘，哎，七姑娘，七姑娘，七姑娘。哟，那边怎么有个丫头鬼鬼祟祟的？干嘛呢？好像是怡宁房里的小丫头。瑞香，把她叫过来问问，看看怎么回事儿。是。你过来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？走。快说，你在那干嘛？七姑娘让我在偏院门口守着，若有人来了，立马去告诉她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家姑娘现在在何处？就在里面。就七姑娘一个人在里边？还有一男子。七姑娘，我可想死你了！伤风败俗的孽女，给我滚出来！怎么是你？父亲以为是谁？怡宁呢？父亲，我在这儿。您找我？怡宁啊，你没事吧？祖母，母亲，我没事。就是这个人把我敲晕，还将我胁迫至此，还好3个及时赶到，才救了我。七姑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不是你约我再次相见的吗？这不是你让小丫头带来约我见面的信吗？的确是七姑娘让我把信交给此人的。自拈罗带结同心，暖处偏知香气深。盼与君一会。怡宁，你的字迹我是认识的，的确是你写的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父亲，字迹可能是模仿的。再说了，这小丫头虽然是我院子里的，但并非跟前儿的。这么私密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交与她呢？对啊，贴身丫鬟应该是雪芝。姑娘，不是你说怕雪芝姐姐出面太过显眼，所以让一个衍生的丫头来办吗？哦，对了，还有，
这是你我相识时你送我的信物，我一直贴身带着呢。这不是当年我赠予你母亲的罗带吗？这条罗带我见过，我和大姐姐曾在院里捡到过它，正是此人匆忙赶来相认，还说是于他一个很重要的人送他的。此事大姐姐可以作证。这条罗带，我让松枝带去洗晒，洗晒时弄丢了，我还十分心痛，毕竟这是母亲的遗物。住口！不知廉耻！我看你分明就是在狡辩。白管家，在，把七姑娘和这个伶人分别给我关起来。行了，让怡宁把话说完。谢祖母。我何时赠予你这罗带？远景阁那日，有贼人生乱，你迷了路，是我救了你。你是如何救我的？那日天气极好，你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被子，格外的好看。你感激我相救之情，咱俩一见倾心。你赠了我罗带，许下白首盟约，就让我来罗府寻你啊。那日是我救了七姑娘，何时见过你啊？淡黄色的被子。三公子就不必再替我们遮掩了。那是第二天早上我们遇见了你，七姑娘说你是她三哥，凡事呢都要替她遮掩。但如今我与七姑娘之情，就不必再隐藏了吧。七姑娘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定不会负你的。母亲，家门不幸，我打死你！住手！能动动脑子吗？此事疑点甚多，还没问清楚呢，你就动手。母亲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如果再问下去的话，就是丢咱们罗家的脸。你说你在远景阁何处救了他？当日那么乱，你又是如何脱身的？那日太暗了，这具体在何处，我也记不大清了。太暗，你刚才不是还说天气极好吗？还有，你刚才说你救了我，可是，在当日北面桃林遇难，南面桥洞下躲雨的事情，你却一件都说不出来。对，我就是在桃林救的你，然后带着你一路跑到南面桥洞下。那时你衣衫还淋湿了，是我生火烤干了你的衣裳。你见我有君子之风，于是要托付终生，这才送了我罗带嘛。远景阁北面是汴河，哪来的桃林呢？南面才是桃林，可没有桥洞，而且那日哪来的雨？你这个戏子，真是阎罗王出告示，鬼话连篇。说吧，谁让你诬陷的七姑娘？我第一次去远景阁，那日又乱，具体我记不清了。但这罗带，确实是七姑娘赠我的。父亲，这罗带与您送我母亲的不是同一条，您仔细看看。当年我定制了2条，为的是妻妾之别。送给你母亲的是7叶兰花，送给月蝉的是6叶兰花。这是我的罗带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是我的呢？这一定是有人偷了妾身的罗带啊！老爷，你一定要替妾身做主。妾身本以为有人陷害七姑娘，这倒好啊，都怀疑到妾身头上来了。是啊，
弟弟，我那日和大姐姐看到了，就是七叶兰花。大姐姐还说这兰花绣得精巧，不信你请大姐姐来一问便知。白管家，在。去请大姑娘过来，然后跟陈公子说，就说还能说什么？你还能说什么？就说我又病了，宴席往后推，望其海涵吧。是。知道了。程公子，老夫人突然病倒了，这宴席恐怕要改日了，真是对不住。老夫人病得可要紧，我去看看吧。不劳烦程公子了，现在老夫人的院子里全是人，我也得赶快去伺候着。既是如此，那我也不便多叨扰。今日我就离府，烦请陈大娘子替我转达。多谢程公子。秀儿，你跟山哥快回院子去吧。啊，我也想去。哦，走吧。母亲，叫我们过来是有何事啊？我有些话要问一玉。大姐姐，你可还记得前几日我们在院里散步的时候，曾捡到过一条罗带，随后便还给了那莲青？记得。当时我们还讨论过上面绣的兰花，大姐姐应记得。是一朵七叶兰花。我只记得是一朵兰花，但忘了是几叶了。官人，妾身真的是冤枉的，我真的不认识这伶人。这怎么可能的？那信上的诗呢？的确是七妹妹的字迹，这又如何解释？行了，都先各自回自己的院子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出来。至于这个伶人，不如报官吧。啊！让府衙的人用刑审问，还怕他不说实话吗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报什么官？那官人这意思，不审了。这怎么行呢？必须还我们怡宁一个清白。大娘子此话差矣，此事未有定论，妾身也是清白的。再容我想想。白管家在，先把这个伶人关进柴房。是。弟弟，那我先扶小娘回房了。站住！若是父亲觉得理不清头绪，便听女儿理律。千瞿，父亲，这位就是陈四，乔五爷的手下，也是之前在木樨堂服侍过的吕妈妈的儿子。那天在远景阁，就是他持刀追我的。是乔五爷吩咐我，听小娘的差遣，去抓七姑娘的。还有我娘的事儿，也是小娘给了我娘1包银子，让我娘去套话的。其他我什么都没有干，求二爷饶我一命。
你别血口喷人哈！你还有什么证据吗？我这儿有乔五爷吩咐我替小娘办事的手信，只要把乔五爷往日的信件拿出来比对一下字迹就行。字迹亦能伪造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买通了人，特意陷害我小娘的？吴姐姐这时候知道自己是可以伪造的了。二爷，事已至此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，不能再息事宁人了。但凭母亲吩咐。开敬堂。母亲，那我也先带宜玉回去了。三哥，多谢。七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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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哪儿了？七姑娘，干什么？七姑娘，我要换轮胎。七姑娘，七姑娘，七姑娘，哎，七姑娘，你喜欢玩这个呀？七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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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到你的手了。七姑娘，哦